嫌疑人有把他自己的尸块剁成一小块，也把它当作羊肉卤烹煮卖给客人吃掉了。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成了羊肉火锅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让食客消化了所有证据。为了防止唯一的目击者泄密，他动用老虎钳，先后掰掉了女友的10几颗牙齿。就在他以为可以将这个肮脏的秘密带进坟墓里去时，死者却通过托梦让自己沉冤得雪。点个赞，做好心理准备。今天的故事不在科学的解释范畴内，请理性看待。1993年，基隆市警方在调查一起失踪案之时，意外发现了3个人体碎块，分别是男人的臀部、头颅以及大腿。尸块发现的位置都在瑞芳区蝙蝠洞附近。警方还在头颅附近找到了一沓子明钞、一件女士外套以及一只火锅料纸箱。由于尸块特征与警方正在寻找的失踪者并不吻合，这些碎块便被装进了福尔马林溶液，随后又被安置在1793号无名氏公墓之中。时间来到了1999年，一位名叫阿兰的女子前来警局报案，说她男友张肖汉曾在7年前将文嫣杀害并分尸，甚至还把一部分肉块放进了羊肉火锅里卖给顾客。警方问阿兰为何现在才来报案，她解释说此前一直都在被男友胁迫，口中被掰得所剩无几的牙齿便是最好的证明。而且近来她愈发感觉到不对劲，她接连好几天都梦到了文嫣给自己托梦，她在梦里反复叨念着一句话：姐姐，我很冷。阿兰感觉再这样下去自己不死也得疯，便决定来警局揭发男友张肖汉。通过阿兰的讲述，警方很快得知了当年案发的全过程。1992年11月，文嫣带着女友来阿兰火锅店过生日，一直喝到凌晨1点多还没有要站起来的样子。女友气不过直接丢下他不管，自顾自离开了。文嫣又闷头喝到了2点多，突然起身跑到外面给女友打起了电话。阿兰此时正要关店门打烊，却又被折返回来的文嫣一把推翻。此时阿兰的男友张肖汉听到动静冲了出来，见到女友被推倒，当即怒不可遏，抄起剔骨刀便将文嫣当场结果掉。为了拉女友下水，张肖汉扯了一件阿兰的外套裹住了死者，随后又数次动用老虎钳实施威慑。得知情况后，警方迅速出动逮捕了张肖汉，然而他却一口咬定是阿兰在栽赃自己，并矢口否认有关杀人分尸的全部指认。由于案子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当时遗留的相关线索也很难求证了，警方便只好通过受害者文嫣展开深入调查。原来这位文嫣的真名叫做李俊雄，此前的工作是一位水电工。在对多年前的报案记录进行梳理时，警方发现早在1993年1月就曾有一位老太前来警局报案，她说自己已经数月没见过儿子了，而这位老太的儿子就叫做李俊雄。至此案件总算是有了一些眉目，但在张肖汉咬死不说的情况下，想找到李俊雄的尸身依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此时有警员提议，不妨先从往年发现的无名尸中寻找。经过调查记录，警方终于想起那堆尘封了6年的1793号尸块，当时在尸首旁发现的火锅料纸箱以及女士外套，似乎正好能够与阿兰的说法对应上。于是他们来到了瑞芳公墓，刨开了1793号公墓，经过对齿痕以及颅骨的比对法医得出结论，这具无名尸与李俊雄信息的吻合度高达 99.997%。 至此人证物证均已齐全，警方终于可以将张肖汉绳之以法了。最终法院判处张肖汉无期徒刑，而阿兰则因为本身就是受害者无罪释放。如果没有文嫣接连给阿兰托梦，恐怕张肖汉真的能将这个肮脏的秘密捂上几十年。